欢迎。哎，食堂。商务洽谈室。三狗哥，嗯，我觉得你起码是不是得租个2居室啊？这样你就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了。那都是形式主义，是不是？你现在这种开放式的办公环境，那才有创业的感觉吗？这公司不会就咱俩吧？这还有个发行总监出差了，那就3个人。这都是暂时的嘛。哎呦，三狗哥，你这规模是怎么想到自己出来做工作室的？你这样，你先坐，我慢慢跟你说。是这样，有人找我，但是呢，我不干。我认为，我凭什么不能自己干呀？你想想，创作是一个人的事儿，创业是一伙人的事儿。就好比你说吧，你原来在传统出版社，思想就陈旧，谁写的火，你们找谁写。我就要打破这种传统，我们要先创作出主题，找合适的人来写，把文化变成产业链。这段是不是背过呀？还挺流畅。见过2个字方。我说呢，请继续。好比啊，瑟尔，他擅长写韩风，那我们就创造出一个韩剧风格的主题，然后让他写，整体包装，不光是出小说，我们还要卖版权，最后还要拍成影视剧。等会儿，你跟瑟尔见上面了？他还是比较崇拜我的。哟，我还以为你们俩得见光死呢。别开玩笑啊！哎，对了，公司的电话号码你记一下啊，6622211949。是电话号码吗？这怎么不是电话号码八位数吗？6222。行，三狗哥，我一会儿记啊。我也表达一下我的态度。既然我跟你干了，你就放心，我一定会策划出不输给东北旧事的选题，打造和你比肩的一流畅销作家。没毛病啊，就超过我更好，1周内出个策划啊。行。哎，对了，这回双十一那活动，咱们得抓紧备货了。咱那点销量还备什么货呀？每回还不够库管那边嘲笑我。我去，人家不正眼看我。那你可能是碰见一斜眼的哥们儿。行了，别发牢骚了，这回就让他们刮目相看。备多少呀？200够吧？200，起码1000。我看你是疯了吧？到时候往回送怎么办？你自己背啊！我告诉你，我可不去啊！公司的事情跟学校不太一样，身边人没那么单纯。你要多跟吴总学学，待人接物收敛着点儿，客气些。吴总，对了，你那张信用卡的副卡我给停了。妈，王莹没用过那张副卡。我知道，她要用了，我早都停了。我和王莹其实我们……你不用说了，你们在伦敦拖了那么久，你真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吗？王英家的事儿，你现在也应该看清楚了吧？贝贝，你们是朋友不错，但是在大是大非上要有立场，以后怎么做，你更要有数。我知道。
What a stunning masterpiece. I'm impressed. Thank you for your words. In Paris, people think I'm crazy for putting that much time into just one painting. This painting shouldn't be here. It may accomplish its value in China. I would love to go to China. It must be a place full of opportunities. I thought France was the perfect choice for artists, but in fact, it's just a capitalist society. All people think about is piling up euros. Can't agree more, especially in Paris. Unfortunately, in Chinese art industry, I'm just a nobody. Let me see what I can do for you. You're talented, Mr. Xin Li.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places, China is willing to accept a genius like you. 卢毅说你完全失联了。我不想听他啰嗦。你和那个男演员喝酒的照片被拍到了。你已经解决了吧？我知道，你最会解决这种问题了。肖千玺，你能不能清醒点？我还不清醒吗？我已经清醒到和我最想嫁的人分手了。你不想跟他分手啊？我们还有在一起的可能吗？所以你就这么放纵自己，随便跟个三流男演员喝烂酒？有所谓吗？有。如果非要有这么一个人，不如是我。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吗？我不会强人所难，但是你应该也没有拒绝的必要吧？关灯吧。只不过以后你开关得麻烦点，得往左拧一下，再往右拧一下。先向左拧一下，再向右拧一下。Part 1，一个雷雨天，咔一道闪电，女主就穿越回去了。这就穿了。没被劈死。重要的是她穿回去了，不是怎么穿。回到过去之后，就遇到了大皇子、二皇子，以及诸多打酱油的皇子们。为了她，在充满阴谋的宫廷当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情悲喜剧。去呀！大家都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为了他，在充满阴谋的宫廷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情悲喜剧。哎，我们为什么都这么喜欢他呀？因为他穿到过去啊，带点现代感，跟别人不一样，很正常吧？我染头发呢。不，那个，我感觉很多人都这么写过，这策划是不是太跟风了？不是跟风钱好赚呀，要不你写个不常见的朝代。人家写清朝，你写南北朝；人家要写7个阿哥，你写竹林七贤。我要真这么干，我都对不起我努力考过的古代文学史。啊，
穿到未来。一个相貌普通、家世贫寒的灰姑娘，误打误撞的在贵族学校里。家境贫寒，她怎么上贵族学校啊？听我说完。是打工。这不就到学校了吗？女主认识了第一大财阀的儿子。嗨。首相的公子。F4，大家都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女主。这就又爱上了。一个可爱温柔，一个英俊潇洒。哎，一个有钱，一个有权，这俩人条件那么好，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那还要女主干嘛呀？干脆俩男主在一起得了。你们真当观众傻是吗？大家不就看个热闹吗？谁爱当真啊？越通俗越有人看，越有人看说明越有受众。你照这个思路策划，肯定没有问题。哎呀，可是太不现实了呀。哟。爸，您怎么上这儿来了？这话我想问你呢。我下了班，我渴了，我顺道跑这儿喝了杯水。你巧了，我也是买菜，我渴了，我跑这儿要杯水喝了呀。你们这叫监视。话可不能这么说，闺女，我们是对女儿的情感状况和未来的婚姻趋势保持密切的关注。行了，赶快跟我回去吧，还得跟你妈交差呢。别瞅了，走吧。这不让人省心劲儿。我看你们俩这事儿倒挺现实的，不如让谢桥策划一个如何在父母的反对下谈恋爱。这种小说说不定也有市场，名字我都想好了，这叫《飞絮》。策划了再多王孙贤贵，在现实中，也没人会帮你。我们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努力。姐江安，戴个围巾。陈总，让小陈给你准备一下你的护照，下周跟我去维也纳。到蒲黄榆这儿了。对。小吴，前面红绿灯左转。去哪儿，姐？千玺，吃水果。看你瘦的，多吃点儿。好长时间不见了，这一开门，我差点没认出来。是太久没来了，今儿赶巧路过，想来看看您，也没提前跟您打声招呼。我知道你很忙。可是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叔叔，对不起，我和小周。千玺，别说这话。小周要留在英国，你在国内发展的也很好，时间久了也是没办法的事。叔叔。对了，
你等下。这是小周年初从英国给你带来的，你们不是被拍了吗？他也没来得及交给你。这是我之前去超市看到以后给你买的，别嫌弃啊。看看有没有过期。哎呀，这怎么了？这是？叔叔，我难受，我特别难受。我从来没跟人说过，我也没法说。这路是我自己选的，自己走的，可怎么也没想到，走着走着，把小周走丢了。我不敢想，我怕一认真想，这些年所谓的努力，就统统奔至一地。我的这个选题啊，先从穿越开始，让女主先后分别和这7个皇子发生感情纠葛。等一下，7个啊？看我这怎么听，它都像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那能一样吗？我这个设置，那是暗合了女性对幻想中男性的期望，所以这里边呢，也包括了现在所有言情小说里边谈恋爱的类型过一遍。你这是谈乱爱了呀？三狗哥，你听我说呀，我是这么策划的：女主穿越回去以后，首先就掉在这大皇子府里了，和2皇子呢成为了朋友，被3皇子爱上，但是女主的心里是喜欢这个冷酷无情的4皇子。可是这4皇子一心就想当皇上，那为了当皇上不择手段，甚至要牺牲这个女主。所以这个时候，心地善良的5皇子出现。然后呢？哎，我这都够乱的了。我觉得5个还有俩呀。5皇子当上了皇上，他让这个女主呢却深陷后宫，看屡次3番的被侮辱、被冤枉、被伤害。这时候6皇子出来了，去找默默爱女主那7皇子，俩人联手回来，给这5皇子给推翻了。最终是6皇子当上了皇上，然后7皇子和女主红尘作伴，浪迹天涯。不是我问一句啊，这个是言情小说？是啊。这怎么看它都是玛丽苏啊。这上面可都是现在网上点击率最高、最火的素材。你呀，就是把那个当网上言情排名前几的小说，咔给揉巴了一下嘛。你这谢编，你这也太偷懒了吧？我没有，真的，我就是为了这选题看了得有20几部畅销的网络小说，就这策划写到了半夜呢。我说的不是这种偷懒儿。你把那个棍儿放下，你坐着。我怎么就觉着你没走心呢？啊，这选题咱是可以做，是吧？像瑟尔那样，咔印个3万册，这是咱们的核心竞争力吗？咱是个小作坊，你得有自己独到之处嘛。唉，当初
你说我的这个东北就是个有社会价值的小说，让我呀一直坚持走下去的谢大编辑，我就不相信了，你只会认同这种选题吗？啊？你就别撕的呀！那后面还能打字呢，这都刚创业呀，省着点吧，姑奶奶呀！哎呀，这三狗也太不识货了吧！啊，他是不是上年纪了，跟不上流行了？咱们策划这书多热闹呀！哎，可是，这光热闹也不行啊。我觉得三狗哥说的也对，难道我们把这样的小说排列组合出个100来本，就能从这居民楼搬出去了？其实你要想从居民楼里搬出去，最快的方式就是换单位。去你的！我们这儿干事业呢，不许瞎泼冷水。哼，好大的事业啊！这不是在初级阶段的吗？我就真没有见过把赚钱糊口这事儿搞这么理想主义的。瞧瞧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啊，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哎，先生哥，再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没有，我怎么感觉比高考还紧张？说真的，胡编乱造那些可都是浮云。我觉得，咱们还不如就写写咱自己的事儿呢。谁吗？你我啊，小川哥吧，徐林、千玺、王莹、杨成、新源哥，还有秦倩姐，还有秦川。你这是走投无路，所以假公济私了吧？什么？你不觉得咱们很值得写吗？我们经历的，那是全球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候。那我们的青春期就是时代的青春期啊，纪念我们就等于纪念这个时代。还有，你看，像秦川这样执着的人，对，不觉得他闪闪发光吗？你这是长了爱情的青光眼吧？开始了。有吗？是不是也不一定都掐着点买吧？刷新有点慢。有一单，有了，有了，2单，还有5单，10单，15单，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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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儿子，我们成了，成了，成了！2009年首届双11购节，27个大品牌参加，全网销售额0.52亿，我们出单1039份，网络销售部1天的营业额超过之前半年组合。我偷偷想过，结果会好，但我真没想过会这么好。那这回你们公司这网络销售部的人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吧？何止是他们呀，我要让所有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乔乔，你知道吗？我等了这么久，终于轮到我出手。哎呦，这么大志气呢？那可不是，起码不至于天天偷偷摸摸的，只敢给你送到楼底下吧？哎，你今天回来这么晚，跟你妈怎么说的？加班呗。信吗？将信将疑。我告诉你啊，
今儿库管姑娘给我发消息时，后面还带了个表情，这之前根本不可能啊！咱啊，可算是提亲了一回。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呀，就等着明年他请你吃饭吧。那是不是该有人请我吃饭呀？啊，这次参加双11的可都挣着钱了，而且效果比预期的还好。恭喜恭喜！同喜同喜，好吧？你们卖的也不错。这不还是托了你的福吗？你放心，今天咖啡随便续杯。想着当时拉客户可真是够费劲的，在别人那儿都是给我一个白眼，只有你给了我一杯热咖啡。这点小事你还记着？必须啊！对我一个北漂而言，当时要不是遇见你挺身而出，我没准儿都跟这儿待不下去了。秦川，真的，谢谢你。客气什么呀？我代表北京人民欢迎你。秦川，你听我的，你把天喵做起来吧，真的，就冲你这么支持我的份上，我保证给你们公司最好的引流。我不打算干了。为什么呀？我要自己开店。那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做全网品质最好的零食，我敢保证，在我这儿消费的人永远买不到假货。那你这个什么供货商找好了吗？包括仓库物流什么的？仓库物流，我跟新源都有经验。现在主要问题在于货，货绝对不能马虎，而且必须要过我自己这一关。我这边最近品类做得多，倒是认识一个还不错的供货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那我先谢谢你了。坐前面吧。可以的。无所谓了。你这人真有意思，我的事你都清楚，你就真的不介意吗？我介意什么？介意这张座椅曾经属于一个从来没有坐上过它的人，还是介意你曾经幼稚地相信过永恒的爱情？我知道，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爱情，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强者和永恒的利益。你教我的。对，杰西。我们两个这样的，就是永恒的强者和永恒的利益。你这是要解秦川啊？是我们，就是我们共同的成长和回忆。后生可畏呀，诸位。这选题通过了，这会比穿越好卖？这个不太清楚啊，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试。就是我这个人啊，故事比较多，情感经历呢也蛮丰富的，可挖掘性很强。真丰富。比如说从小到大就喜欢一位女生，这叫专情，好不好？你瞧你设计的男二，有钱有权，又高又帅，跟小杨似的，听着就让人讨厌。总得有要女生幻想的人物吧？我觉得啊，争论啊都是好事儿啊，但是咱们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要解决，就是名字起了吗？还没有，但是我觉得书名应该有一些回望感，青春啊，匆匆啊什么的。好了，这样
让我呀也有一个参与感，好吧？哎，因为我这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字，这个叫曾经我们都是年轻人，怎么样？好。我以为你那么郑重其事，要叫我陪你干嘛呢？你想干嘛呀？我起码不是来给三狗当书模。当年我不就是把三狗叫到社里过选题吗？今天我想这招试试。你说这大周末的这么好的天儿，咱俩是不是应该干点更紧密、更贴合、更有点意义的事儿？难道这没意义呀？啊，你可是我们选题的原型儿。哼，你就那么想以我为创作？嗨，主要是啊，咱们这波人里，像你这么倒霉的也不常见。念书不灵，靠卖煎饼发家，还经历破产，好不容易谈一女朋友还不被承认，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坑，至今仍然奋斗在全是坑的路上。哎，你这算损人利己吗？人生坎坷才出情节嘛。再说，我对别人也没那么多灵感。叫《从前年少》吧。啊？我说书名，就叫《从前年少》，怎么样？还挺早啊。今天挺顺的，没怎么堵。东西带了吗？啊，秦先生，您是不是应该先请我点餐啊？哦。哎，陆大仙儿，您这合同也签了，蛋糕也吃了，您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动笔啊？哎，不着急，能不着急吗？我现在指着你吃饭呢。放心，我心里有数。要想把这书做好，主要得看你配不配合。你说吧，想让我做什么？只要不祸及家人或者把秦川甩了，什么我都干得出来。倒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实话实说就行了。我想给你和秦川做一个背对背采访，剖析一下你们的内心。我看是想满足一下你的八卦心吧。我这是为了创作人物，好吗？既然虚幻的你们不喜欢，那就得怎么真实怎么招呼着来，这样的作品才扎实，才具有时代特色，符合你们的理想主义。哎呀，你指着我吃饭，我也想让你吃好点，不是？这开心果不是我炒的，但是你今天让我见识了一个新鲜的巴西松子。对，这东西吧，吃着口感和松子儿似的，但是它嗑起来就跟瓜子一样好嗑，挺绝。反正跟开心果比，我更爱吃这个。林月，那你叫我小月行吗？不然每次你直呼我全名，弄得我特像是以前上学时候犯了什么错误，跟被老师点名一样。得，小月，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这家供货商？巴西松子啊？对。行，没问题。得嘞，那谢谢。你们就打算做这个啊？
西松子儿。巴西松子儿，巴西的。是巴基斯坦西部。巴基斯坦西部。你们连巴基斯坦去都没去过，我说你小子今天不会是带着心愿一起来骗我钱的吧？不能，就算我不是100%诚信，那心源哥也不可能跟我沆瀣一气吧？哼，那可不一定。小时候我还跟他一起沆瀣一气，跟你开过家长会呢。那都小时候的事儿。是啊，姐，你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这周你跟我一块儿去见那供货商去，正好给我长长眼，怎么样？这玩意儿我是不懂，投资你就甭想了。不过不投资呢，我倒是可以当你的债主。50万，我借你。姐，太局气了，简直太局气了！你简直就是雪中送炭，高风亮节，锦上添花，团结群众。锦衣夜行。对，还挺会用词儿。不过你不用谢我，这笔钱是一辉留下的。如果他还活着，你磨了这么长时间，他应该也会被你劫一道吧？放心吧，姐，我绝对不能把我姐夫的钱给亏了。好好干。公布测试结果。我觉得吧，虽然你们俩0岁就认识，但你们俩对彼此的理解真的应该再深入一点。你是不是说我什么不靠谱的了？不能够啊，全是大实话。你等着，陆大侠，给我看看。我也要看。哎，这将是个永远的秘密。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对方不仅仅是发小，而是个男人的？6岁，打架的时候那是真打不过。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对方不仅仅是发小，而是个女人的？他第一次来大姨妈，应该只有女的会来这个吧？当时他自己都没发现，我就在他跟前，直接拿衣服帮他挡了一下。你认为你自己身上最吸引对方的是什么？漂亮。那就可爱吧。帅。你们谁是比较主动的一个？秦川呀，谢桥啊，他喜欢我这么久还藏着不说，也挺不容易的。8岁的时候，我们玩3个字儿，他直接跟我说“我爱你”。啊？对方是你最初理想中的结婚对象吗？是啊，我早就觉得谢桥应该不太好嫁，所以实在不行就只能我把他给收了。不是，我小时候只想嫁给小船哥。你想过分手吗？我们俩这种关系，肯定不会想那种事儿的。每次吵架都想。如果对方出轨，是不是杨成又有什么消息了？那你记忆深刻的第一次，这个就不太好细讲了嘛。哎呦，什么无聊问题，拒绝回答。拒绝。那你们之间有后悔的事儿吗？秦川喜欢我那么多年，肯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需要我的时候，我想，要是能回到那会儿，我一定每时每刻都在他身边。我应该在所有人之前，告诉谢桥，我最喜欢他。那样的话，他早就是我的了。我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你们俩这辈子一定会到永远的。很明显，这些人跟你们很久了。千玺，这是你对家出手了吧？这真是大招。你们还是想着怎么去发声明吧。娱乐网站头图满屏全是这消息。能把咱撇得清楚一些吗？做一个独家，看能不能压下去。这我说不好，我尽量吧。不用。我也想公开吧。什么都不用说，娱乐嘛，
大家都爱看新鲜事儿。有更劲爆的消息出来，就没人会去谈论意见无人回应的过期新闻了。陆玉，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前一阵子不是想自己做宣传公司吗？这就算是我送给你的大礼。那陈总，今天你们在拍摄的聚会还去吗？去啊，一切照常。瞧瞧，他估计看到新闻了。